在西安阎良机场，随着一架搭载巨型雷达罩的运20B腾空而起，中国预警机技术实现了又一次惊天跨越，更宣告中国战略空军正式进入完全体时代。空警3000采用装备4台涡扇20发动机的运20B作为载机，其最大起飞重量为220吨，最大运载能力66吨，最大速度920公里每小时，巡航时间10至12小时，航程逾8000公里，实用升限13000米，比空警500高出20%，意味着对低空目标探测距离增加约25%。加之元器件的进步、雷达功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基于计算阵列的架构和软件的优化，推测对飞行高度10000米的战斗机的探测距离为680公里，大于空警500的550公里，美军 E-3 的550公里和 E-7A 的600公里。对飞行高度50米的巡航导弹探测距离为450公里，大于空警500的350公里。E-3 的320公里 ，E-7A 的400公里。最关键的是，空警3000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距离很可能超过360公里。在未来的战略进攻型隐形制空作战中，空警3000在对敌方隐形战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的同时，能够直接引导霹雳17这样的超远距空导弹攻击 B2和 B21这样的隐形轰炸机。从空警2000的有源相控阵到空警500的数字阵列，再到空警3000的计算阵列，中国仅用20年便完成了从技术追赶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蜕变。而在太平洋彼岸，美国空军13位退役上将则联名上书，在遥不可及的天基分布式预警星座实用化以前，务必保留 E-7A 预警机项目，而不是以舰载预警机 E-2D 作为过渡。美国人或许已意识到，在预警机领域 ，E-7A 是美军在青黄不接时期的妥协选择，而中国已建立起难以撼动的战略优势。我们知道，机载预警雷达应架设在高空飞行的飞机上，而克服地球曲率对观测视距的限制，采用脉冲多普勒和运动目标指示相结合的体制，加之 STAP 空识字适应处理技术，能够从复杂的背景杂波中有效检出目标，所以预警机大幅度扩大了低空探测距离，从而发现更远的低空突防的敌机和导弹。现代预警机更是集预警探测、情报融合、情报分发和指挥控制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负责对空中、海上及地面目标进行大范围搜索、跟踪与识别，并指挥和引导己方飞机、舰船以及岸基火控系统进行作战。在上世纪50、60年代，国民党空军抓住我空军战斗机雷达水平较为落后，没有足够数量的夜间战斗机的弱点，经常利用夜色掩护进入东南地区。而当时我们的地面雷达因受多山地形以及地面杂波的影响，无法将低空飞行的飞机与山脉区分开来，甚至出现过战斗机直接撞山的飞行事故。1969年，空警1号正式立项研制，其载机平台是建国初期苏联赠予中国的图4轰炸机。机背部安装了直径7米、最厚1.2米、重达5吨的圆盘型雷达天线罩。不过，空警1号探测范围仅200公里，且无法有效抑制地面杂波，无法解决雷达下失问题。最终，我国于1979年放弃了空警1号的研制。90年代初期，中国空军在引进苏27SK 战斗机后，开始改变国土防空的作战思想，向攻势防御的作战思想转变，而进攻就需要脱离地面雷达网。彼时的海湾战争中，预警机全面将探测传感器、通信网络、作战平台、武器系统和作战人员高效实时地融合于作战体系，起到了战场效能倍增器的作用。1977年就正式服役的15架 E-3A 空中预警机，在海湾战争中平均每天连续飞行14至15小时，指挥控制3000架次的作战，飞行时间共9000小时，完成99%的作战任务。
当时苏联的 A-50 预警机也曾在黑海上方空域巡逻，对从土耳其境内机场起飞的美军战斗机和海上游弋的舰船都了如指掌。中国空军在中美蜜月期曾规划引进 E-3A 空中预警机未果，不过以色列于1993年6月在巴黎航空展中亮相的基于波音707载机的费尔康预警机，让中国空军眼前一亮。其装备的 ELM-2075 相控阵雷达采用 L 频段，4片天线分别共行安装于机身的前后及两侧，电子扫描方式对空中目标的侦获与追踪速率大幅提高。经过1994至1997年的漫长协商，中国、以色列和俄罗斯三方达成了一项协议，俄罗斯将提供4架伊尔76作为载机，加装以色列费尔康机载预警雷达和指挥自动化系统。时任中国电科38所所长王小模首次提出了在机背上搭载圆盘3面阵的方案，而非以色列的机身共行阵方案。因为伊尔76的气动构型为上单翼调式发动机布局，而波音707为下单翼布局，在伊尔76前机身两侧布置天线阵面，雷达波束容易被发动机所遮挡，且部分突出机身表面的雷达天线也会影响发动机进气，而背负式圆盘阵列的探测距离可能会更远，探测方位更均衡。不过就在1999年，第一架预警机在俄罗斯完成天线罩改装飞到以色列准备加装雷达时，被美国卫星侦测到了。2000年7月，美国克林顿政府以破坏台海平衡为由，逼迫以色列撕毁合同并扣留已生产的雷达组件。王小模决定争口气，自己干，带领预警机研制团队开始了长达5年的711工作制，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短短数年就攻克 TR 组件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改装结构设计、气动补偿、大功率供电和冷却系统等问题，自行生产固态相控阵、电子扫描雷达和开发指挥系统。仅仅在预警机项目立项的第2年，我国就研发成功预警机雷达系统地面样机，进入设备联调测试阶段。再过了1年，即2003年，空警2000就完成了首飞。2007年，空警2000正式服役，成为全球第2款大型有源相控阵预警机，装备了当时世界上尺寸最大14米、内含3面主动相控阵雷达天线的雷达罩。其雷达只有384套 TR 组件，比以色列费尔康原版雷达的768个 TR 组件少得多，但性能竟比原版提升30%。基于波束驻留时间更长的凝视探测，对隐身目标的发现距离提升50%。雷达可同时跟踪60至100个目标，对大型目标探测距离480千米，战斗机探测距离370千米。对重要空域扫描频率2至4秒，对普通空域的扫描频率10至12秒。而以色列与我国的预警机交易破裂后，印度很快就取代我国成为费尔康预警机的新买家。2004年3月，印度以11亿美元购买了原本将交付我国的3架搭载费尔康预警系统的预警机。然而，这笔交易的实际效果却让印度大失所望。直到中国空警2000服役5年后的2012年，印度的预警机才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加之费尔康预警机与印度现有的军事体系存在诸多不兼容问题，导致作战效能大打折扣。而俄罗斯从2004年才开始研制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一代预警机 A-100， 直到2017年才实现首飞，比空警2000迟到了10多年。而到了2025年 ，A-100 更因为芯片和电子元器件依赖进口而不得不宣告项目失败。同时，好高骛远的美空军当时提出发展多传感器指挥与控制飞机及 E-10预警机，以替代已经服役了25年的 E-3。美国空军希望在一架能于2万米高空滞留50至60小时的波音767-400ER 型飞机平台上，
同时承担由 E-8 战场侦察飞机、E-3 空中预警机、RC-135 电子情报侦察飞机、EC-130 机带战场指挥控制中心飞机、EC-130H 罗盘呼叫通信干扰飞机等承担的作战任务，实现战场目标侦察、战场信号侦察、战场空中预警、战场指挥控制以及战场电子干扰等功能。还可以控制无人机对常规侦察手段因地形地物的遮挡无法探测的区域遂行填补缝隙式的情报侦察，从而形成一幅无缝隙的完整的海陆空天一体化的战场态势图。为此 E-10 的四方形雷达天线罩有着长40米、宽14.5米、高3.8米的巨大尺寸，重量更是达到了27至36吨，而且根据当时的技术基础，整个系统的电磁兼容的问题令人生畏，机载供电系统也远远跟不上。最终 E-10 预警机项目于2007年被取消。毫无疑问，空警2000是我空军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里程碑，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空军战略转型的重要支撑。但考虑到空警2000的载机伊尔76数量不足，空警200性能上的不理想，中国空军很快立项了基于运9载机和数字阵列雷达的空警500预警机。考虑到中国在研制成功空警200之后，便很快向巴基斯坦出口了4架基于运9平台圆盘雷达构型的 ZDK-03 预警机。运9载机的改装不是问题，而吴万清团队研发的世界首款机载数字阵列雷达采用数字收发器件替代模拟器件，移向器等硬件功能可以用软件取代，还可以通过算法虚拟扩展孔径，从而大幅度降低了雷达系统的重量、体积和功耗。雷达天线罩仅8米，但预警能力与空警2000不相上下，这才有了小平台大预警机的说法。空警500机身后部两侧还有凸起电子侦察天线，可准确获取雷达辐射源、电子对抗干扰源等电磁信息，从而将雷达、通信频段的电子情报收集、定位和对抗功能融合一体。雷达圆盘顶部搭载了卫星通信天线，空警500便可以在远离指挥所数千公里外进行前出预警。空警500具备强悍反隐身能力的同时，还可通过低节或数据链引导歼20先发制人，同时歼16D可以与之配合，压制敌方雷达和通信系统，为歼20提供电磁安全通道，加强其高速隐身突防能力。这些先进机型的协同作战，建构了让美国空军颇为忌惮的强大的空中杀伤链。相比之下，老旧的 E-3 系列预警机对针对 S、C、X 波段进行隐形优化的隐身战机的探测距离会下降2/3，而且其纯机械扫描雷达从确认目标到引导战斗机前往拦截需要数分钟。中国歼20携带超远距空导弹以超音速巡航逼近，几乎没有反隐形能力的 E-3 预警机是必死无疑的。美军只有靠舰载预警机 E-2D 的以碳化硅为衬底 ANAPY-9 相控阵雷达，基于 UHF 反隐形波段和大功率微波器件，尚有可能对隐形目标的威胁保持安全距离。当然，空警500的先进雷达工作体制只是预警机整个系统的一个方面，预警机的性能还与载机性能、雷达元器件、数据链、系统软件等方面息息相关。空警500最大的缺陷就是运9载机平台性能很一般，其最大声线不超过9000米，而 E-3 最大声线至少是1.2万米。空警500的飞行速度一般不超过650公里每小时，而 E-3 飞行速度在900公里每小时以上。加之运9的体积和起飞重量限制，严重制约了空警500的先进雷达体制的性能发挥。比如，空警500只能同时跟踪300多个目标，引导拦截数十个目标，而 E-3 却能同时跟踪600个目标，引导拦截其中的100个目标。中国空警3000作为下一代战略预警机，基于增加了空中加油管和副骑的200吨级的运20B作为载机，标志着中国在信息战与指挥控制领域的一次关键跨越。
在一个由算法主导的战场里，空警3000不仅看得远、反应快，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自主理解战争，并在瞬息之间给出最优解。空警3000核心任务是在进攻型空中作战中对敌方隐形威胁的预警。为了扩大雷达孔径，提升雷达功率，空警3000和现在预警机空警600一样，没有采用空警2000和空警500的3面阵雷达，而是采用旋转电子扫描2面阵天线。双面阵可集中功率于当前扫描方向，单方向辐射功率提升50%以上，显著增强对隐身目标或远距离小目标的探测能力。空警3000采用机扫与电扫相结合的定速回转模式，其天线本身的波束能涵盖120度的水平扇区，配合水平旋转基座，便能涵盖360度的全方位。天线的水平旋转速率一般为每分钟4.5或6转。雷达机械扫描的同时进行电扫，比如说在机扫转动到某一角度时，抢先电扫到更大的角度，然后在继续机扫的同时，电扫同步补偿反向电扫，甚至在机扫已经转过去之后继续回望，这样就可以在机扫中对同一目标保持凝视。凝视能力对提高探测距离、捕捉隐身目标非常有用。相比运 20B 载机进步和预警雷达本身的元器件的提升，由数字阵列雷达带来的计算赋能优势才是空警3000综合性能跃升的关键。其能大幅提升反隐身、反干扰、反杂波和目标识别能力，以适应发现、定位、打击以及打击效果评估这一完整的打击链，提升预警机与体系协同作战的能力。我们知道，数字阵列雷达是一种接收和发射波束都以数字方式实现的全数字相控阵雷达，而传统相控阵雷达通过模拟合成网络形成波束后，通过接收机接收通道数有限，通常为和波束通道接收机、俯仰插波束接收机、方位插波束接收机等，其瞬时动态范围由单路接收机决定。而数字阵列雷达先接收后合成，每个天线单元有一个接收机，在形成和波束、插波束时，通过将每路接收信号进行不同的数字加权运算实现。因此，数字阵列雷达接收机路数比传统相控阵雷达多得多。而且由于波束形成是通过数字运算实现，其运算位数可根据需要进行扩展，因此其瞬时动态范围比传统相控阵雷达大得多，发射波束的空间自由度也大很多，易实现多波束及自适应波束形成。加之数字阵列雷达有高的幅相控制精度，所以可获得更高的天线性能，天线负半低，降低了雷达负半杂波强度，提升了强杂波背景下检测目标的能力。此外，在宽带宽角扫描情况下，数字阵列雷达很容易在数字域利用调整时序来解决孔径度跃问题。不过，使用第一代数字阵列雷达的空警500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相控阵雷达设计与工程应用思路的规范和制约，并未充分发挥全面数字化后带来的计算赋能优势。计算阵列雷达是在数字阵列技术的基础上引入单元级计算，将天线收发通道与本级计算单元融为一体，从集中处理向分层分级计算赋能发展，构建空间时间波形波束去级联的高度统一和灵活的计算阵列雷达系统架构，克服传统数字阵列功能单一、性能固化、信息维度不全的固有缺陷，灵活合成多元高维电磁信号，实现具有全维信息高效利用多尺度变尺度探测和未知多种类信号协同探测能力的全新计算阵列系统。以基于计算阵列实现认知雷达为例，在空天目标探测任务中，由于不同高度来向的目标运动速度、散射特性和杂波环境的差异，通过认知雷达可以智能地选择不同带宽、多普勒敏感性和编码形式的发射波形，以达到最优的探测效果的同时，提高雷达的低截获率、抗干扰性。传统数字阵列雷达发射和接收的波形参数只能在固定预存波形上改变频率和相位，
而计算阵列的每个阵元包含传感单元和计算单元两部分，采用宽带单元级数字化计算体制，在单元级实现自适应射频和系统实时赋予的分级计算功能，功能灵活可配置。其中，传感单元完成空间电磁波接收，经低噪声放大、滤波、变频至合适的中频信号。计算单元完成中频信号由模拟至数字转换、数字正交解调、自适应滤波，实现宽带信号自适应接收、电子侦察宽带信号信道化处理、发射聚焦多速率多尺度处理等功能。计算阵列的发射端具备配置多维度发射资源的能力，通过调节子脉冲宽度、发射通道间的再频差和阵列相位加权等方式，在满足全域覆盖的同时，实现对不同照射空域中波形资源、频带资源和发射能量的灵活配置。在先进的计算阵列和强大算力加持下，空警3000可以达到预警机一直以来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对复杂战场电磁环境的实时感知，采取自适应射频技术控制和调整各个平台的射频收发，真正实现整个电磁环境频谱资源的共享。这种境界落实到核心战绩指标上，意味着空警3000对隐形目标的发现能力可能达到360公里以上，具备复杂电磁环境下强悍的适应能力，对合作目标识别概率达95%，对非合作目标识别概率达80%。真空打频打击链响应时间相比现役预警机缩小1倍。为了支持战略进攻型隐身空中作战，空警3000还要更好地支持低节或定向数据链。相比美军的 Meadow 多功能先进数据链以及 TTNT 战术目标瞄准网络技术，在计算阵列的加持下，空警3000定向数据链系统基于智能自适应通信架构，采用酷波段和激光通信结合，高达300兆的高带宽，以支持促发通信，还具备认知无线电能力，能够动态调整发射功率和频段，可自动规避干扰频段，使敌方电子战系统难以干扰和锁定。相比中国不遗余力地稳步提升预警机性能，美军 GE-10超级预警机失败后，提出了更庞大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 JADC2 概念，即所有军种的传感器连接到了一个类似战斗云的网络环境中，共享情报、监视和侦察数据。除了能够实现战场信息的高效流转外，还通过 AI 算法来处理数据、识别目标，辅助决策推荐最佳打击武器与手段。美军希望通过 JADC2 将现役 F-35战斗机、E-2D 和 E-3等预警机、B-21轰炸机、中程僚机、搭载大功率雷达的无人机以及太空中的低轨卫星等个体，都编制到一个庞大、全面、多维立体的预警、监视与指挥控制网络中。不论是预警机还是其他机型，都只是战斗云网络环境中的一个传感器节点而已。这样一来，传统预警机的任务职能就遭到了消解。不过，除了预警机外，其他空中探测单元的功率和孔径实在是不够，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距离非常有限，所以只能靠大量前出部署来延伸防御纵深。另外，虽然星带合成孔径雷达和红外预警卫星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与预警机功能类似的天基雷达探测技术难度非常之大。从2001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尝试天基雷达计划的研究，总项目预算高达340亿美元。最终，此天基雷达计划胎死腹中。其中规划的 L 波段天基雷达卫星居高临下固然可以有效探测隐形战机，不过其相控阵天线面积达100平方米，辐射功率需几十千瓦，而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功率很难支撑供电需求，加之太空中雷达还要面临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的恶劣环境，其隔热散热系统的复杂度比气冷要复杂得多。
其次，由于天基预警雷达在地球背景下观测空间、空中、地面各种运动或静止的复杂目标，杂波受到很高的卫星速度和地球自转的影响，杂波处理与机载平台差异很大。此外，为了保证长时间的持续监视能力，需要维持相当庞大的卫星星座。一个完全基于太空的雷达预警体系将是耗资巨大、建设周期漫长的。更不要说在实战需求层面，像空中指控与海上部队的实时联合作战这样的高复杂度任务，预警机的灵活机动部署与复杂环境适应性也是卫星难以匹敌的。回望历史，20多年前，美国阻挠以色列对华出售费尔康，却意外逼迫中国练就了自主预警机的金刚不坏之身。20多年后，美军寄予厚望的天基预警星座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 JADC2 深陷泥潭，而 E7A 预警机的性能和产能使其更像是一块补丁，而非王牌。未来的空战将是算法的战争，是电磁频谱与认知域的对抗。在这场无声的巅峰对决中，中国预警机体系正以计算阵列为锚，自主平台为盾，在苍穹之上打造牢不可破的、让敌人颤抖的杀伤链。